1500名法国外籍军团开始进入乌克兰作战，帮助乌军进行一线防御，这是真是假呢？如果为真，将意味着什么？英美等国支援炮弹抵达前线，俄军5月9日前拿下恰索夫亚尔，成为炮影。俄军快艇出雷爆炸，7名俄军被炸上天。乌军狼群战术进攻克里米亚，摧毁俄黑海舰队舰船，并魔改273导弹上舰，打击俄军直升机。乌军下一步的大规模行动会在哪里？下面请看详细报道。法国100名外籍军团士兵组成的先头部队现身乌克兰战场与俄军交火的消息，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首先是俄罗斯外交部。4月3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宣称，法国外籍军团在3月份已确定将1500名士兵投入乌克兰作战，并警告说马克龙正在玩火。然后是5月4日，亚洲时报援引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斯蒂芬·布劳恩的话说，来自法国第3外籍步兵团的100名士兵已进入乌克兰作战。这批先头部队主要以炮兵和战地侦察兵为主，目前已经被部署到斯拉维扬斯克，与乌军第54机械化步兵旅一起战斗。甚至法国还计划第一批入乌作战的外籍军团人数将在1500人左右，他们将直接被部署在战斗最激烈的地区，如恰索菲亚尔等地。其他消息来源还有俄媒体援引俄军事专家弗拉迪斯拉夫·舒里金的话称，俄军伞兵在通过恰索菲亚尔南部的通道上首次遭遇了来自法国和德国军团的阻拦，并与之发生了交火。报道称，5月5日，俄军第98空降师对恰索菲亚尔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乌军紧急向此地调派了多支武装力量，其中就包括了原驻扎在斯拉维扬斯克的法国和德国军团。据俄方面消息显示，在当天的战斗中，法国外籍军团遭遇到了入伍以来的首次损失，有7人被击毙，另外有30多人受伤。此外，俄军方也证实，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特别是恰索菲亚尔附近，俄军经常能在无线电中截获到一些法语通话，侧面证明了法国外籍军团早已进驻乌克兰的事实。综合以上消息，火力军觉得法国大概率已经向乌克兰派遣了地面部队，且已经部署了至少1个月以上。这些部队的主要任务很可能是为后续法国军队的部署摸清状况，毕竟在如此惨烈的战场上贸然进入的话，这些军团将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不过法国方面尚未做出回应，依旧保持着战略模糊，即一边表示法国不会领导攻势或采取行动，一边警告如果俄罗斯赢得这场冲突，欧洲将不再安全，敦促欧洲人不要软弱，要做好应战的准备。如据英国《经济学人》5月2日报道，马克龙称，我们现在有一个底线，那就是俄罗斯无法在乌克兰取得胜利。可能是觉得这100名士兵的部署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派兵，可能要等后续1400多人的大部队部署到位，马克龙才会正式对外公布法国的出兵情况。至于马克龙为什么向乌克兰派遣部队，又为什么是第3外籍步兵团，据斯蒂芬·布劳恩深入分析认为，马克龙采取这一冒险举措的动机，其一是为了通过行动展示自己的硬汉形象，从而得到更多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其二是因为法国近年来在非洲影响力正逐渐削弱，俄罗斯的决定性影响力上升，导致法国对非洲法语区的掌控以及财富来源受到了严重冲击，这也是促使马克龙采取果断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选择第3外籍步兵团，则是因为他够低调。由于马克龙并未正式官宣派兵任务，在国内抽调兵力前往乌克兰势必会引起多方关注。而法国外籍军团虽然很多，但海外部署的部队只有2支，分别为第3外籍步兵团和马约特海外兵团分遣队。其中马约特海外兵团分遣队被称为法国陆军规模最小的作战单位，大约只有250人，驻扎在马达加斯加附近的马约特岛上，目的是维持法国军力在该地的存在。因此，只有第3外籍步兵团是唯一一个驻扎在海外且战斗力充沛的作战部队，它的规模约为640人，主要驻扎地为法属圭亚那。该部队在丛林作战方面战斗力非常高，麾下的丛林战培训中心据说配备了世界上最为优秀的丛林战指挥官和侦察员。尽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法国海外省的主权，担任圭亚那太空中心的警卫，但并不妨碍部队的随时行动。因此，从圭亚那调派一些先头部队到乌克兰，外界的关注点就没那么高了。目前，对于马克龙的派兵论，北约内部已经分为2大阵营，其一是以德国、美国、荷兰等国为代表的国家，
坚决反对向乌克兰派兵，避免升级局势。其二是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则表现积极。新成员芬兰也认为派兵论并无不妥，从长远来看不应排除任何可能性。而法国派遣第3外籍步兵团的举动让很多反对派担心，是否已经跨越俄罗斯设定的红线，成为北约直接介入乌克兰问题的标志，从而发展成更大规模战争。俄罗斯方面会如何看待这件事？未来局势会如何发展？火力军会持续关注。在法国先头部队现身乌克兰之际，德国呢也不甘示弱。据 RFI 电台报道，5月6日，德国总理舒尔茨抵达立陶宛，访问了驻扎在此地的德军旅士兵。根据立陶宛和德国签署的协议，一支由4800名军人和文职人员组成的驻立陶宛德国常备旅将于2027年做好战斗准备。据悉，这支德国常备旅的先遣人员约有20人，已于今年4月份抵达立陶宛。立陶宛虽然不与俄罗斯本土直接接壤，却与白俄罗斯和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德国常备旅的部署将加强立陶宛和北约东翼的安全，并对俄罗斯形成威慑。除立陶宛外，拉脱维亚也花费3亿欧元，在距俄罗斯边境约1公里的卢扎地区特雷霍沃边境检查站附近挖掘防御沟渠。爱沙尼亚则关闭边界，并对俄罗斯采取了更多敌视态度。可以说，波罗的海3国不仅对马克龙派兵论表示支持，而且还正积极防范俄罗斯。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将对波罗的海国家的行为做出反制，特别是在过境、贸易、物流方面。他强调称，俄罗斯不想与波罗的海国家断绝外交关系，但会对敌对行动做出回应。这也进一步说明，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正在恶化，东欧国家在对抗俄罗斯方面也正逐步形成团体。下面是俄乌前线消息。随着美英等国的军援逐步到位，尽管没能全面阻止俄军的进攻，但乌军在最近1个星期的地面防守和局部进攻中都已经有了明显起色。尤其是乌东前线，虽然被俄军拿下一个村据点，但其伤亡相当大，还让乌军抓了不少俘虏，并没有占到便宜。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上将也在视察前线战场后表示，俄军的主要打击力量将会集中在库兰霍沃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在巴赫穆特前线，俄军集结 2.5 万人向恰索菲尔进攻，但被乌军第92突击旅在伊万尼夫斯克以南打了一个防守反击，成功向北推进了500米。加上美英等国家的支援炮弹已经抵达巴赫穆特前线，预计这里的防线很快就会稳定下来。克里姆林宫希望在5月9日前打下恰索菲尔的目标，估计会成为泡影。在阿夫迪夫卡地区，俄军继续向西推进，但在索沃维维方向遭到乌军第47旅等部队的阻击，不得已向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推进，进攻速度开始放缓。乌军则在新奥列克桑德里夫卡、卡利诺维定据点设防。火力军感觉乌军可能正试图拖延时间，等待支援炮弹的到位，该处战线稳定仍需要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一架苏34战机编号21，据称于5月6日在该地区被击落。俄罗斯轰炸机频道发布讣告表示，今天最优秀的2名机组人员去世了。据悉，俄军苏34战机通常会从远处投掷滑翔炸弹轰炸乌军阵地，如今又被击落一架，足以说明乌克兰防空系统得到加强，防空导弹已经得到补充。这点，西班牙国防部长玛格丽塔·罗伯斯证实称，乌克兰已经从盟国那里获得了一批新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往南走，扎波罗热地区的战线变化不大，俄军试图寻找的薄弱点，但一直无功而返。倒是在第聂伯河前线，乌军持续的渡河登陆作战，使其在克林基附近又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桥头堡，并向西向哥萨克营地推进了约1公里。值得注意的是，据乌克兰军文网报道，在下游维尔霍瓦河附近，前一天有一艘载满俄军士兵的快艇触雷爆炸，舰艇瞬间被炸成碎片，7名士兵被炸落水。乌军随后派出 FPV 无人机进行了空中补刀。据悉，俄快艇触碰的水雷由乌军第123特种部队通过无人机布设，属于前苏联时期的毛式河道水雷，是一种固定式水雷。水雷重13公斤，可装3公斤的炸药，是专门用于阻拦敌方登陆艇和快艇的武器。其特殊之处在于，其引信会在水中溶解，随后进入待发状态。当敌方船只接触到引信的十字头时，就会引爆水雷。再往南，在克里米亚黑海前线，5月5日夜间到6日凌晨，乌克兰国防情报局派出马古拉 V5 海上无人舰，使用狼群战术对克里米亚俄军目标进行了大规模攻击，成功击中了克里米亚乌兹卡湾的一艘俄黑海舰队快艇。
据悉，被摧毁的高速巡逻艇叫猫鼬号，价值超130万美元，被黑海舰队和俄罗斯特种部队联合使用，用于水域巡逻、打击破坏分子以及搜救行动。其长20米，宽5米，最大速度达到50节。本身也许算不上什么重要资产，但它的覆灭却充分证明了乌军无人艇出色的机动能力。如今的俄黑海舰队已破败不堪，对乌军袭击的恐惧使该舰队大部分大型舰艇都撤回俄本土港口，只是偶尔用潜艇发射口径导弹袭击乌克兰境内目标。在克里米亚只剩下少量巡逻艇执行补给任务，就这也没能逃过乌军的打击。除此之外呢，乌军还将273空空导弹经过魔改安装在了无人艇上，使舰艇拥有了打击俄军直升机的能力。从流传的视频可以看到，俄军的卡尔9直升机正在以机枪追击海中的乌军无人艇。为了躲避来自空中的攻击，无人艇不断进行 S 型闪避。虽然乌军无人艇最终被机枪击中爆炸，但视频中的乌军无人艇似乎有些不一样，它好像背着导弹。对此，战区分析报道称，乌军无人艇后部分有2个倾斜导轨，视频中的导弹是一枚273导弹，乌军无人艇只背1枚，说明另一枚导弹已经发射。对此，俄罗斯方面称，乌军发射的另一枚导弹是为击落一架俄军的米8直升机，但没有成功，并且俄军认为乌军这些装载导弹的无人艇要么是为了反制俄军直升机，要么就是充当诱饵，吸引直升机火力，从而掩护其他无人艇攻击。据悉，273导弹原本是装载在乌军战机上的常见短程空空导弹，属前苏联时期设计的武器。魔改后，其依然使用红外线引导方式，乌军无人艇仅需提供开火讯号就可射后不理，让导弹自行追踪飞机引擎所散发出的热源攻击。不过，也有媒体认为乌军无人艇背的是同为红外线导引的260短程空空导弹。其实，这种将空空导弹改装成防空武器或对地轰炸武器其实很普遍，如也门的胡塞武装将227、273等空空导弹改装成了地空导弹进行防空，又或是美军的械术导弹系统和台湾的陆剑1防空导弹系统，分别也是由 AM9 响尾蛇和天剑1空空导弹发展而来。可以说，这是一种通用且廉价的做法。另外，5月7日时，乌克兰再次发射导弹袭击了克里米亚、费奥多西亚，克里米亚再次发生爆炸。估计未来几天，克里米亚的袭击可能还会持续增加，甚至是摧毁刻赤大桥。战局究竟会如何发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哈尔科夫警方5月6日称，俄军自全面入侵以来，首次使用 FAB-1500空投炸弹袭击了哈尔科夫州的一个村庄。注意，这里不是前线，也不是军事目标。制裁方面，欧盟委员会向欧盟成员国发送了针对俄罗斯的第14号一揽子制裁草案，它将特别包括对液化天然气进口的限制。在援助上，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长亚历山大·卡梅辛5月6日表示，丹麦和加拿大已同意为乌克兰国防工业生产装甲车和无人机等武器提供资金。此外，继丹麦之后，荷兰国防部长凯伊萨·欧隆格也表示，计划于今年秋天开始向乌克兰派遣 F-16战机。至于上期提到的俄罗斯核威胁，5月6日，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表示，如果乌克兰陷落，美国有极大的概率向该国派遣军队，美国必须继续支持乌克兰，以防止发生更广泛的战争。此外，战争研究所专家认为，在美国援助到达前线后，乌克兰今年应该掌握战场主动权。ISW 评估称，欧美武器弹药可能还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到达乌克兰前线部队，并产生切实影响。而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到来，可能会让乌克兰稳定战线，抢占主动权。最后呢，是武器资讯。日本采购技术与物流局近日在东京举办记者会，首度公开表示，其正在研发的超大型水下无人载具雏形。根据 Naval News 5日的报道，这款由三菱重工制造 ATLA 海军系统研究中心主导开发的 XL-UUV， 目前仍处于试验测试阶段，但其模块化设计与超长航时自主操控能力备受各界关注。据悉 ，XL-UUV 采取头、能源、尾3节模块化设计，分别负责控制系统、动力源及推进系统，这使 XL-UUV 能根据任务需求灵活配置且方便维修和升级。目前 XL-UUV 长约10米，已突破1周的长航时性能，而且续航力仍在持续提升当中。其动力来源目前是锂离子电池，未来有可能会搭载新型固液态燃料电池 AIP 或柴电混合系统。此外 XL-UUV 还可通过综合惯性导航、多普勒测速及被动声呐侦测船只噪音等数据，确认水下面情况。在浮出海面时，则利用主动声呐确认周遭。
虽然 XLUAV 目前仅为试验平台，并非海上自卫队即将装备的武器，但研发团队未来将把 XLUAV 纳入编制，并通过测试累积的大数据提升其自主能力，让其具备自动识别目标的功能，真正成为日本在水下无人领域的突破性力量。好了，关于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关于法国外籍军团进入乌克兰作战，欧美军援的抵达使乌军在今年获得战争主动权，大家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